好，我们把历史分期给大家梳理清楚了，我们再来最后稍微提另外一个问题，大家可能会关注的建筑的类型学问题。那么西方建筑史上呢，经常会对建筑的类型做很多的分析。我们知道有公共建筑，有神圣建筑，有私人建筑，有演出建筑，等等等等。那么中国建筑是怎么分类的呢？大家一想会觉得有没有类似的分类呢？有没有公共建筑、私人建筑、神圣建筑？我们先看中国古人怎么分的。这里我举出一个中国自己的典籍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考工总部总论公典总序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古人把建筑分为了什么呢？我们来简单念一下，只念前段。一曰宫苑，它叫朝廷崇高，正名定分，宫苑是第一。次二曰官府，百司有司，大小相承，第二种是官府。次三曰仓库，供赋出入，出纳有恒，它是仓库，作为政府和皇家的后勤。四曰城郭，建邦设都，有欲有进，城池是一个建筑体系。五曰桥梁，穿路之通，以利行者。六曰河渠，四方万国达于京师。七曰郊庙，遍方正位，以建皇都。八曰僧寺，九曰道宫，十曰炉帐。所以中国人的分类就像中药铺，非常怪，它不是那种很逻辑的、很清晰的。那么我们把它归纳一下：一是宫苑，二是陵寝，三是仓库，四是城郭，五是桥梁，六是河渠，河渠也纳入到它概念上的土木工程嘛，建筑。七是郊庙，八是僧寺，九是道宫，十是炉帐。但这样分类跟我们建筑学的概念有一点点拧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按照我们现代建筑学的分化，还是按它的体系，大概应该这么去看。中国建筑应该这么分类：第一是城郭，城郭当然包括城门啦、城墙啦、敌楼啊、桥楼啊等等这些设施。第二，宫殿衙署，这是皇家建筑和官府建筑，都是带有权威性的，在一个城市居于中心地位的。第三，皇家陵寝，这是他没提到，但是必须要算一类的。第四，皇家祭祀建筑，比如说皇家的坛位、太庙、天坛、社稷坛，这都是这一类建筑啊。它既不是宫殿，也不是衙署。第五，儒家祭祀建筑，大量的儒家祭祀建筑，像地方的坛位，像各地的孔庙、学校，这都是一类建筑类型。还有民间祭祀建筑，既不是官方儒家的，也不是皇家的，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二仙庙了、姑子庙了，类似这样的都是这一类的。第七，我们把它原来分的佛寺和道观归为一类宗教建筑，我们用现代语言改宗教建筑，佛寺、道观都是属于宗教建筑。第八，民居建筑，普通百姓的住房。第九，仓廪建筑，这是我们还是要归的，因为中国人重视这一点。第十，它里头没提到书院建筑，一个特殊的建筑类型。11，会馆建筑，会馆是在明代以后才大规模建的，所以我们也要纳入进来。12，院囿和园林，这是他提到了，但是院囿和园林不一样，院囿带有皇家色彩，园林可以是普通人建造的。第13，勾栏瓦肆等商业建筑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建筑类型。那么在这些类型中间，其实中国人是有主次之分的，是吧？大家想一想，中国建筑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一般人会想宫殿，不是。古代人有这么一种说法：国之大事，为祀与戎。国家最重要的事是祖先的祭祀、神灵的祭祀以及国家的保卫，为祀与戎。然后呢，按照这样一个观点，君子将营公使，宗庙为先，旧寇为次，居室为后，凡家造，祭器为先，息妇为次，养器为后。建造
开展土木工程的时候，首先应该是建祭祀性的建筑，其次是旧扣后勤性的，最后才是工事，它是这样一个分类。所以我们说从等级上来讲，从建造次序来讲，天坛、地坛、社稷坛、太庙这样一些皇家祭祀建筑应该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这些图片可以看看类型，这里有城郭，包括城门、城楼，包括马面、敌楼。我们可以看到宫殿，中国宫殿是一个建筑的主流，几乎每个朝代都大规模的营造。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衙署，尽管现在遗存的少，但在历史上每座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往往是这个城市的府衙、州衙。当然大量的祭祀建筑，像太庙、像社稷坛，还有皇家陵寝，是吧？各朝各代的陵寝。当然早期建筑陵寝前面的建筑已经没有了，它原来应该是有的，但是明清的陵寝建筑保存都非常完好。社稷坛，这也是皇家祭祀建筑。另外我们从地方看，地方的府文庙各地都还保存得很好，这应该是儒家祭祀建筑的一种类型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祠庙，比如保存比较完好的像临川的西溪二仙庙，它是一个地方性的祠庙，它带有地方信仰色彩，但是又不是简单的宗教建筑。当然中国地道的宗教建筑还是有的，佛教我们看五台山大量的佛教建筑群，道教是吧？很多道教建筑群，包括武当山这样由皇家参与建造的。那么还有很多民居，中国的民居式样极其多样，但是它是一个大的类型，它本身又分出很多细分，岭南民居啦、湘西民居啦，我们看福建土楼啦、徽州民居啦。仓廪建筑在中国很重要，当然遗存比较少，我们从这个名气中可以看出古代重视它的程度。另外书院建筑，这是稍微宋以后发展起来的，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建筑类型。还有会馆建筑，会馆建筑是明代以后发展起来的，但是它在很多地方都显得非常的，因为会馆代表一个商业团体，代表一个地方的商业的力量，所以它往往建造的非常张扬，非常的华美，它有一个特殊的建筑类型。另外园林，中国园林达到了世界上的几乎是最高水平。有一本书叫《园林》，中国是园林之母。那么确实中国园林的艺术水准是很高的，当然它在18世纪甚至对欧洲有些影响，但是它本身的艺术内涵是值得我们去玩味的。城市里大量的这种市楼啊、这个市寺啊、商店啊，都是一种类型吧。好，那么上半段呢，我把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、中国建筑的大致的历史分期，以及中国建筑的类型特征呢，通过比较的方式呢，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，作为我们这门课开始的一个概括性的一个绪论性的介绍。那么我还会用后半段来介绍一些中国建筑思想，我们先从思想上做一个梳理，这样我们进入中国建筑的后面的时候，多少有一点参照的题。